好，欢迎来到听书。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百万富翁快车道》。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德马科是美国著名的创业家、投资人和作家。他不是一个富二代，小时候呢就是一个堕落少年，对啥都不感兴趣。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年轻人开着兰博基尼，而人家既不是体育明星，也不是娱乐明星。忽然一下子他就开窍了，想当一个年轻的有钱人。于是德马科就开始研究各种财富书籍，研究他们的发家史，尝试做各种生意，尝试各种各样的失败。直到一个暴风雪的前夜，他觉得自己必须改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话说回来，有些人呢，他真的就是一个天才。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德马科，他从芝加哥搬到了凤凰城，又搬到了亚利桑那，然后窝在自己窄小的公寓里边学习编程，自己做一个豪车租赁网站。在2001年网络泡沫的前夕，卖掉了网站，赚到了120万美金。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那么就大错特错。泡沫结束之后，德马科又以25万美金把网站收了回来，自己又倒腾了几年，卖了1200万美金，最后达到了财务自由。你说他是不是很牛？那么作者写这本《百万富翁快车道》，破译了通往财务自由的密码，解开了致富快捷的密钥。当我看到这本书书名的时候就有一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看完了这本书就能够快速致富，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了。但是当我把这本书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并没有想的这么简单。这确实是一本实实在在讲快速致富的书，但是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两点。第一，快速指的是5到10年，而不是1到2年。第二，快速不代表轻松，大多数快速致富的书籍都引诱人们掉进了轻松致富的陷阱。书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停，如果你现在不富有，那么停下你现在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你当下想要得到的，那么就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如果不是，那就赶紧停下来，停止你现在的行为、现在的观念、现在的习惯，因为这些都不能给你带来财富自由。你需要转换到一个寻求财富的新方向，那就是要进入百万富翁的快车道。大多数的人一般都遵循3种财富路径。人行道，这条道的人呢，好比我们常说的月光族，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类人的人生终点会走向贫困。第二种呢，就是慢车道，就像我们大多数的上班族，牺牲当下，投资未来，积累几十年的财富，然后退休。这条道的人生终点呢，一般就是普通人。而第3种就是作者所倡导的走快车道。这条道上的人大多都是创业者，掌控自己，努力工作，为他人带来价值，而不是为自己。这类人呢，能够在未来的5到10年就有可能变得富有。那么对照这3条路，你是走在哪条道上面呢？这本书帮助我们学会变更车道，找到爆炸性财富的加速器，跳出财务平庸的处境，脱离朝9晚5的打工生活。更加重要的是，缩短我们获得财富的时间。那么我建议你可以用2天的时间来读这本书，你的收获可能比你读2年的商学院课程还要多。那么说了这么多，那如何致富呢？如何快速掌握这个通向财务自由的密码呢？那么接下来我就来从3个方面来给你解读一下这本书，分别从理解财富、如何通向财富自由和具体的方向建议来入手。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到底什么才是富有的生活。我们从小被灌输一种传统的观念，去读书、考高分、找工作、存钱、买养老保险金、节俭持家，然后呢，在我们65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有钱人了。这是一种通往财富的慢车道。可其实呢，即使我们完全按照上面去做，也没有办法在年老的时候变得有钱，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太快了，你永远想象不到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种慢车道的人生方式呢，其实并不可取。作者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诫我们，只要我们想要转变，并且把心中的想法落实到实践当中，那么你也会拥有你曾经羡慕的生活。为什么咱们说慢车道的人生法则不可取呢？试想一下，每周辛苦工作5天，换回2天周末的狂欢，
接着漫长人生的50年职场生涯得到了5到10年短暂的退休时光。那么这么一算，我们还能够心安理得的待在慢车道里去消磨时光吗？更加可怕的是，谁能保证50年以后你还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去享受你之前辛苦工作换回的成功果实呢？就比如说一件漂亮的衣服，20岁的时候你穿着年轻漂亮光彩照人，可惜那个时候的你难以负担。可是等到40岁的时候，再有能力去买的时候，已经不合适了。当然作者也并非让我们去及时行乐，而是更加清楚快车道和慢车道的利害关系，从而舍弃大众吹捧的慢车道，下决心去开发快车道。那么富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真正的财富有3个因素：关系、健康和自由。其实这不难理解，这3者与财富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自由这一点。可就像为什么有些工作薪水丰厚，可是愿意尝试的人却并不多，那是因为这种工作严重的把自己束缚住了，没有任何的私人时间去享受生活。那么赚钱的意义又何在呢？毕竟我们不是机器呀。那么很多人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到底如何做才能通向财富的快车道？那么我们可以从作者分析的慢车道和快车道积累财富的不同公式找到答案。作者给我们列出的慢车道的财富公式是：财富等于工作薪水加理财收益。这2个因素呢，都受到了时间的限制，而且无法控制。先来说一说工作薪水。本质上来说工作其实就是用时间来换金钱，就好比年薪制，工作1年得1年的薪水。而时间是天然受限的，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一天都不可能超过24个小时，一生的工作年限也不会超过50年。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而且呢，总体来说是很少的。还有一点，工作是无法控制的，万一出现公司裁员、经济崩溃、涨薪跟不上物价等等的问题，那就更加麻烦了。咱们再来说一说投资收益。主流的财经书一定会非常神秘的告诉你复利的神奇。今年的1万以年化 15% 的收益进行40年，就变成了250万。可是书中没有告诉你的是，连续40年的高收益是不可能的。40年货币贬值之后，钱还值多少呢？第一点，你可以连续40年获得 15% 的年化收益吗？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从1965年至今的50年当中，复合平均年收益率为 19.4%， 这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而且世界上只有一个巴菲特。如果一个机构承诺你1年 15% 的收益，那么请你立刻擦亮双眼。作者认为，复利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2大因素：时间和年收益，分别是受限和无法控制的。简单的来说，就是对于财富慢车道的公式，你既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积累，也无法控制。如果一个计划方案是不可控的，那么它基本上只能依靠希望了。那么快车道呢？快车道是一个生钱系统，慢车道是一个工作。快车道的关键呢，就是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生钱系统，让这个系统帮你来挣钱，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每天搬砖来赚钱。职员无论怎么努力，想要获得心目中的财富自由的状态，成功的概率都很低。高薪则意味着很多的附加价值，而真得做到年收入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的涉股 CEO， 那可真是凤毛麟角。你确定你有那个自信或者是能力能够脱颖而出吗？可是自己当老板就不一样了。当你构建出生意盈利的模型，那么就可以实现躺着赚钱。这里的重点呢，是自建盈利模式，而不是当一个私营业主，人就需要一天24小时守在店铺里。这样的老板就是换了一件外衣的打工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而作者强调的是，自己能够创建一个系统，帮助自己实现被动收入。那么问题又来了，实现被动收入又如何而来呢？快车道的财富公式就是财富等于净收益加上资产价值。净收益很好理解，比如说我卖一件衣服，一件可以净赚20元，一年卖1万件，那么我一年的净收益就是20万元。我的销量和净收益都是不受限而且可以控制的，不像慢车道的工薪收入受限在时间，就是按照时间来计费工资，一天只有24个小时可以干活。就算你不睡觉，人人也都一样。
我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或者是创造更新更好的产品来提高单个产品的净收益。同样的，我也可以通过扩大市场的影响力和增加生产能力来提高销量，这些都是没有明显上限的。比如说，可以通过提高朋友圈的曝光率、亲友的二次传播、召集下线代理商来提高销量啊。这个销量都是不受限制，而且可以人为控制的，自然净收益也就不受限，而且可控了。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咱们的小生意可不算在内。再比如说，你在菜场摆个小鱼摊，一天能卖100条鱼就顶天了，销量不高，而且有上限。快车道生意的关键就是销量，它必须是潜力巨大而且增长迅速的，最好能够呈现指数爆炸级增长，这个就取决于你的产品的市场。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资产价值。先说前2个字，资产。慢车道的人们的资产呢，就是消费品、汽车、电子产品、珠宝、时装、包包等等。这种资产从购买之日开始，它其实就是贬值的。快车道人们的资产呢，是增值的，比如说生意、品牌、知识产权、商业模式、不动产等等。那资产价值又是什么呢？这样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未来价值。如果你每年能赚200万，那么你做的行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你卖掉你的资产的时候，就能翻倍更多。快车道的财富加速器是基于创造或者是买入合适的资产，为它添加价值，并且控制变量，然后卖出。如果你想从慢车道转到快车道，那么就需要改变自己，从一个消费者转为一个生产者。你需要转变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比如说不去掘金，而是去卖铁锹；不去上课，而是去教课；不去借钱，而是去放贷。用生产者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去看消费者需要什么。消费者是需要被满足的大多数人。当然了，富人们也不是不消费，只不过顺序应该是先做一个生产者，然后再做一个消费者。可是大多数的人呢，都本末倒置了，只看到了消费。那么如何做一个生产者呢？这其实并不容易。你需要做一个创业者，一个创新家，一个前瞻者。你需要创造一个生意，为世界来提供价值。慢车道的核心是工作，而快车道的核心则是生意。那么如何构建好生意呢？我们都知道，做生意做老板能够致富，这个道理我们也听了很多了。可是具体要做的时候呢，却是一脸茫然。如何构建咱们的生意呢？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生意能够带来财富呢？那么作者给我们讲了5条戒律，帮助我们来找准方向。首先第一点，需求为王。作者指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做生意呢，如果只是追随爱好，那么就会死得很快。我想到了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儿，他在一个老年人的社区看到了一家 hip-hop 服装店，而且周围呢都没有什么舞蹈中心之类的，心里就盘算着这家店1年之内到底会不会倒闭啊？不出所料，1年半他就消失了。显然这个老板是追随了自己的心，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可是又怎么样呢？不把需求放在首位，一切都是白搭。这就是为什么90%的人生意都会失败。生意应该是以满足需求为核心，要给别人提供价值和解决问题。人们只会在乎你的生意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是解决他们什么样的问题，让生活更舒适一点，还是节省他们的开支。永远要站在用户的角度，而不是自己的角度来构建一个生意。只有你开始关注别人的需求的时候，而不是关注自己的需求时，金钱才能够被吸引过来。这就叫做先给予后索取。比如说美国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他的贝宝、特斯拉、太阳能、火箭等等的生意，初衷呢都是解决问题或者基于人类远景的。一开始不仅不赚钱，反而都是烧钱的。可是最后呢，都是非常的成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难道不重要吗？其实啊，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这个要放在第2位，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1位。如果这件你喜欢的事情，第一，它能够解决别人的需求；第2，你很擅长它，那么你才可以去做。前面服装店的例子就是不满足第1点。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呀，仅仅只是做你喜欢的事情也不太靠谱。
你喜欢做一件事情，千千万万的人也喜欢呀。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忘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和你竞争。我觉得我超级喜欢瑜伽，那么我干脆就去做一个瑜伽教练吧。可是这也不会让你变成富人，只是一份慢车道的工作而已。因为市场有很多的瑜伽教练了，如果你不是那么杰出的话，你的收入也就是那样啊。那么咱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作者指出，爱好不靠谱，激情才靠谱。你需要把引擎的来源从爱好转到激情上。你的目标不一定是你爱好的，但一定是你有激情的。驱动激情的背后是欲望，也就是要问自己 why， 因为 why 大于 love。 如果你对目标有激情，那么你可以为它做任何事情。正好今天看微信号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段话，死时谁为你哭泣的作者罗宾夏马说，不是因为某件事很难你才不想做，而是因为你不想做，所以让这件事变得很难。你的目标应该是那种可以产生激情，能够让你早上起床的事情。作者说，他写这本书的 why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自己能够激励别人成就梦想。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仅仅是出于爱好写作，可是这个爱好并未强大到让他坚持写完。中途放弃之后，是受他帮助的人的感谢信让他又坚持写完了这本书。从一开始的爱好转到了最终的激情，才得以延续。第二个做好生意的戒律就是要有准入门槛。如果这个生意的门槛很低，谁想来都可以，那么你就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和人潮拥堵，会很难取得成功，除非你就是最杰出的那个。典型的例子有赌场、股市、合法传销，这些都是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就可以进入的。但是正因为没有门槛，才会有那么多的人进入市场。如果你觉得还行的话，混个饭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快车道，不是仅仅糊口的慢车道。如果你想获得财务自由，那么做的还行是不够的，你需要杰出到极致，需要做到最好。而那些真正富裕的人，就是这些生意的创建者，而不是参与者。那些准入门槛过分简单的生意，注册一下通过了，你就开始做生意了。那种把准入要求过低的过程简单当成了一种优势来宣传，而人类的特性就是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其实呢，进入一个生意是一个过程，是一系列行动，绝不是一个注册就能搞定的事情。如果一个市场人人都来参与了，那么你就可以准备撤退了，因为有钱人永远是少数，不可能人人都富裕。泡沫就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你的水管工说他的房产最近又增值了 15%， 你的健身教练说他的股票2个月涨了 40%， 你的卡车司机表弟说投资石油很有赚头，那么你可以考虑赶快退出市场，并且准备隔岸观火了。我记得有一期奇葩说里边说了一个问题，讨论年轻人到底该不该买房。蔡康永呢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投资之前想一想你在整个食物链的哪个位子。如果连你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么地球上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如果地球上的 90% 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那么你还有什么优势可言？你还能够赚得到钱吗？一个好的生意准入门槛不能太低。那么做好生意的第三个戒律就是要可控。如果想要走在快车道，也就是挣大钱实现财务自由然后退休，而不是慢车道的赚月薪而已的话，那么需要一个自己可控的生意。也就是说，在驾驶的时候你要坐在驾驶座上面，而不是副驾驶上面。前者可以控制生意，可以挣大钱，后者不可控制生意，只能挣小钱。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微商不是一个好生意呢？产品的创新、研发、定价、市场策略，这些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啊。你其实只是一个参与者，或者说的更加直白一点，你只是微商创办人的一名销售。那么这样说的话呢，你并算不上是开展了一个生意，你还是站在慢车道上面，靠打工来生活。当然了，做一名好的销售也可以赚不少的钱。那些大公司的 CEO 呢，也多半都是销售出身，但是这些呢，并不属于生意。对于微商创办人来说，才能算是在做一门生意，他挣大钱，你挣小钱。有人说，我实在没有可以创办一个生意的魄力和智商，那实在要冒太大的风险了，我就坐在副驾驶上面，让别人驾驶控制，
搭搭顺风车赚点小钱，不是也挺好吗？其实啊，作者认为呢，赚小钱无异于慢车道，交出控制权，实际上风险也不小啊。你对你所谓的生意毫无说话的权利，上游的任何一次变动都可能会导致你的生意倒闭，而且你还没有任何抗争的权利。你是在做生意还是在打工，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打工的人是不创新的，他们只管销售、执行和管理。说到底，创业的核心就是你需要自己动脑子创新，拥有自己的生意，为自己的品牌去做投资，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给人家打工上面，得不偿失。那么做好生意的第4个戒律就是要有规模。这个很容易理解，你的生意影响越多的人，那么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就是上面快车道财富公式当中所说的，快车道生意的关键是销量，它必须是潜力巨大而且增长迅速的，最好能够呈指数级爆炸增长。这个取决于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市场。所以假如你开一家快餐店，能影响和辐射的区域就是一个社区而已，一天卖出去几百份快餐顶天了，净利润又能赚多少呢？天花板效应太明显。而如果你开的是一个连锁快餐品牌，让这个店子开到整个中国，一天卖出几百万份，那么杠杆效应就出来了，收益也能迅速的提起来。最后一个戒律，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可以脱离。通俗点来说啊，就是躺着做生意。工作就是用时间来换金钱，生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生意完全让你脱不开身，让你身不由己的话，那么其实它只能算是一个工作，而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因为它不能产生被动收入。你一旦不付出时间了，收入就没有了。而快车道的目的是让你的收入和时间脱离开来，让你得以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个礼拜工作10小时赚1万块钱，还是工作70个小时赚2万块钱，那么肯定大家都喜欢第一个。这本书的核心基本上已经说的差不多了，那么最后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作者认为啊，快速获取财富的密钥就是走在快车道上，掌握自己，努力工作，为他人带来价值，而不是为自己。真正的财富是关系、健康、自由，而不只是钱。真正获取财富的方式就是要构建一个好的生意。这个生意呢，要以需求为王，要有准入的门槛，要可控，要有规模，最后还要能够脱离生意。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财富自由。那么以上就是百万富翁快车道的所有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